那是2019年9月份的一个周五，我在食堂的楼梯台阶遇到那个新疆学生，软件工程专业，2011年入学，这是他的大学第3学期开学。我问他这周赚了多少钱？5万。他妈妈也知道他挺能赚钱，不放心他手头这么多钱，跟他说孩子家里条件不好，想开个饭店。他给妈妈转了19万，结果寒假回家，家里多了一辆小车。我是他的班主任，到宿舍看他，他向我介绍他的作品，说中国电信的上网速度太慢了，他写了一个软件，找到网关的漏洞，上网速度好几兆，而其他同学最多几十 K。 当然后来用他的软件的学生越来越多，中国电信将漏洞给堵了。再次遇到他，我问他这周写了多少行代码，他说3万行。毕业设计的时候，他的选题是关于腾讯的漏洞及其解决办法。就业季我问他工作找了没有，他说没有，有个老板打算给我投资500万。后来老板投资在福建开了一家软件公司，他在公司聘了不少同班同学。前些年听某同学说，他派另一位同学去马来西亚出差，也就是说他的业务拓展到了国外。我还有一位学生，身高1.80米，漂亮的像个模特。中午我到小学门口接孩子放学，他穿着类似巴啦啦小魔仙的服装在卖冷饮，即使不计成本，那点冷饮也卖不了100元。他会赚钱，手头比其他女生活络，他很高兴。自以为聪明又漂亮的女生，没有毕业，因为论文不合格。大学4年，他没有赚到保安半年的薪水，却耽误了学业，白白浪费4年光阴，最终只能以高中学历去就业嫁人。新疆学生学习并不刻苦，他只是对软件有浓厚的兴趣，每天兴致盎然地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腾讯有预防游戏外挂的功能，但是他的外挂腾讯发现不了，上网速度太慢，就找中国电信的网关漏洞。他对枯燥的汇编语言尤其擅长，研发兴趣包括方方面面。他亲口跟我说，做的太多了，每天都很充实和幸福。他的毕业设计很漂亮，他可以提交20个漂亮的选题。成功难以复制，天赋不能模仿，但遵循基本规则，对软件留有一份热情，平时用软件解决一些问题，得到一些锻炼，培养若干技术，顺利毕业，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还是没有问题的。软件工程毕业设计选题必须满足几个基本条件：一、专业相关；二、工作量适中；三、不能重复；四、能够按时答辩。为了不重复，不能选择校园、医院、酒店等出门就能见到的场景。校园里面的电动车租赁、图书管理、教室管理、实验室管理，医院里面的药房管理、门诊管理等等都是不允许的。其实选题十分简单，在自己做过的作品中选一个即可，最后包装成毕业论文。自己做的就不会跟别人的重复。本学院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比我高的有好几位，但是我做计算机监控，所有老师中，我对计算机监控最熟悉，技术最全面。我研究安卓，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专著，因为有自己的特色。我研究树莓派，也是目前所有老师中，我对树莓派最熟悉和技术最全面。我也选题，我报了市级和省级研究课题，都立项了。你没有代码基础，想选题，这是纸上谈兵，空中楼阁。另外还可以选择实习单位的当前的项目，不是历史项目作为选题，这个不会重复，否则企业无法生存。这就涉及到找工作，深圳、广州、杭州、成都、上海、北京都是热门找工作的地方。
但不幸的是，工作不是找来的，工作是技术岗位与你所掌握的技术的匹配。你没有代码基础，找工作同样是纸上谈兵，空中楼阁。路上行人熙熙攘攘，每个人都看似精神饱满，殊不知好多人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也不想知道。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也不想知道。他们的未来大部分以失败告终。其实成功很简单，只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想去哪里，然后在成功的路上走，你就成功了。就像我以前的视频中说的，成功可以水到渠成，但需要平时下功夫。临阵抱佛脚，在绝望中挣扎，跟成功无缘。Over。